SCP-914 係一個重達數噸、構成極為複雜嘅巨型發條裝置。兩個大間隔通過一個銅管連接到 SCP-914 嘅主體部分，間隔各自附有一個輸入同埋輸出嘅標籤。喺佢哋之間有個銅質標盤同埋一個貼有箭頭嘅大旋鈕。旋鈕嘅周圍分佈咗5個標籤。喺呢個旋鈕下邊有一條俾主發條施力嘅大鑰匙。舉個例子，放入一個就嚟壞嘅簡陋斧頭，唔同嘅晶面設定嘅輸入就會有相對應嘅輸出。粗略加工就係好簡單咁將物品解體或者還原到佢基本嘅材料。半粗加工就係將放入物嘅性能或者質量稍微改良或者提升。等價加工就係將輸入物1比1咁樣換成其他一樣功能或者價值嘅物品返嚟。精細加工就係半粗加工嘅強化版本，就係將放入物嘅性能或者質量大幅咁樣改進。最後都係最麻煩嘅超細加工，因為用呢個設定嘅成品難以預料，成日都會出現一啲非常超出常理嘅物品，甚至可以變成一個異常嘅 SCP。加工嘅效果不可逆，輸出所得物亦唔一定可以還原得到。耶！我係昌昌，今日繼續介紹 SCP 基金會收容物 SCP-914 項目等級 Safe， 或者叫做萬能轉換機。物體放入輸入間隔之後，間隔門就會自動關上，然後隨即就會有個小鈴聲響起。如果旋鈕指向任一檔位，而且鑰匙都扭緊嘅話， SCP-914 佢就會開始精煉所放入嘅物體。精煉過程途中冇任何能量損失，直到輸出間隔嘅門打開之前，放入嘅物體望上去都好似處於靜止嘅狀態。大量嘅嘗試都唔可以揾到 SCP-914 係點樣精煉，暫時都冇辦法觀察測試物體點樣喺 SCP-914 入邊進行精煉。根據要精煉物體嘅大細，成個過程普遍持續5到10分鐘。呢部萬能轉換機據聞係一位俄羅斯珠寶匠法貝爾嘅巔峰之作，但係意外將公主變成怪物之後就俾沙漠收埋起嚟。以下就拎一啲比較有趣嘅實驗嚟講下啦。測試記錄0281，知道 SCP-914 同人捉棋嘅嘢之後，我想睇下佢嘅棋藝有幾高。輸入按照初始位置擺放嘅國際象棋，設定喺等價加工度。輸出白色兵移到合法嘅位置，再輸入同一副象棋，黑色兵移到去合法嘅位置，設定都係等價加工。輸出另一個白色兵去到合法嘅位置，再將同一副象棋放返入去，再輸入用等價加工。最後輸出棋子喺輸出窗口擺到周圍都係，佢擺放嘅位置好似抌過咁樣。張麗君，哈哈哈！好啦 ，SCP-914 嬲啦，快啲喺其他事情發生之前快啲走。測試記錄0392，我想試下914佢可唔可以製造一啲更加強力嘅記憶鏟除藥物。輸入 B 級記憶鏟除藥片，設定精細加工。最後輸出，外表望起上嚟好似冇咩變化，但係藥片5米範圍之內嘅人會發生短期記憶。用咗啲時間，不過最新嘅藥片都仲係要焚毀。每次有人想將佢拎走，都係2步走，因為佢哋唔記得要做乜嘢，然後又將嗰啲藥片放低，又再次拎起，又唔記得。測試記錄0432，輸入一部普通紅藍手掣嘅 Nintendo Switch， 設定喺等價加工度。輸出一部黑色手掣嘅 Nintendo Switch。我將新嘅遊戲機放喺員工休息室啦，邊個想同我一齊玩呢？再輸入一部普通紅藍手掣嘅 Nintendo Switch， 不過今次用超精加工嚟設定。最後輸出都係一部普通嘅紅藍手掣 Nintendo Switch， 但係當直接接觸嗰部遊戲主機嗰陣，對象似乎會變得超識玩遊戲。測試記錄0438，輸入一本基金會嘅預算，設定等價加工度。輸出一本修正咗會計上嘅錯誤嘅基金會預算。多謝你，你真係我最中意嘅異常物品。輸入一張黃色 memo， 內容係用黑色墨水書寫嘅。
你最鍾意咩顏色？檔位鎖定喺精細加工度。最後輸出一張綠色嘅 memo， 內容用藍色墨水書寫。答覆為係啊。綠色、藍色，所以到底係邊一個？如果有呢部萬能轉換機，咁你又會想擺咩入去試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，下次想做邊一個 SCP，我哋下次見，我係鏘鏘鏘，拜拜。